你以为 OpenAI 最让市场紧张的是它太强，我反而觉得最麻烦的不是强，而是它越强，账可能越难算。今天这期我想讲的不是一句 AI 泡沫来了，那太省事了，也太粗糙。真正要看的有3个问题：技术最先进，等不等于生意最健康，增长越快，钱到底烧在哪里？还有普通人为什么一看到未来感就很容易忘掉商业世界最土但最重要的问题，这东西到底赚不赚钱？你也可以先想一想，如果一家公司的故事足够大，亏损也足够大，资本还特别兴奋，你会把它理解成伟大公司早期必交的学费，还是一个被包装的很漂亮的增长幻觉？很多人看 OpenAI 会天然给它一个特别高的位置， ChatGPT 出来以后，它就不像一家普通软件公司了，它像一个未来入口、办公、教育、编程、搜索、客服、内容生产，好像什么都能被它改一遍。于是很多人会下意识觉得，这怎么可能不是一门超级好生意？听起来很顺，但问题就藏在这里，改变世界的东西不一定马上就是好生意。有些东西越是被讲成下一代基础设施，越容易遮住一个很难听的问题：它服务你一次到底要花多少钱？传统软件为什么迷人？因为编辑成本低，软件做好以后多卖一份，多开一个账号，企业增加的成本通常不会同比例上涨，规模越大，利润率越漂亮。这就是很多软件公司估值高的底层原因。大模型不一样，你每问一次，它背后都要跑算力。你让它写代码、分析报告、生成图片、处理长文本，它不是凭空变出来的。服务器在跑，芯片在发热，电力在消耗，推理成本一笔一笔都是真的。更麻烦的是，市场特别喜欢用用户增长解释一切，好像用户越多，亏损就越不像亏损，而是投资未来。可如果每多来一个用户，不是在摊薄成本，而是在带来更多成本，这种增长就没那么性感了。想象你开一家店，门口排队的人越来越多，看起来很热闹，但如果每卖一单都亏，卖的越多亏的越多，你不能只排队伍长度，你得去厨房看一眼，食材是不是太贵，人工是不是压不下来，菜单是不是定错价了。更尴尬的是，隔壁已经开始卖便宜套餐，你还不一定敢涨价。所以 OpenAI 烧钱本身并不稀奇，科技公司烧钱市场早就见过。真正奇怪的是，当它被讲成未来几乎不会错的时候，很多人默认它迟早会盈利，只是时间问题。我对这个默认比较谨慎，商业模式不会因为气氛热就自动闭环。尤其当一家公司被传出巨额净亏损，营销费用异常高，还存在复杂融资和成本安排的时候，你就不能只听愿景，你得问一句扫兴的话：这些钱到底去了哪里？市场上有一种说法，把矛盾指向2个地方，一个是高达数十亿美元级别的营销费用，一个是通过特殊目的载体承接或转移部分成本压力。这里不能直接下判断说它一定有问题，但这种结构本身值得多看一眼。正常理解里，营销费用就是广告、品牌、市场推广和获客活动。可如果其中一部分本质上是为了让用户免费或低价使用模型，把算力消耗包装成增长投入，那这笔账就变得微妙了。你以为他在花钱打广告，实际可能是在花钱让你试用一台很贵的机器。这就像一家自助餐厅说自己市场费用特别高，结果你仔细看，不是买了多少广告牌，而是天天请人免费吃龙虾，然后把龙虾成本归到获客。当然，这也能解释成先培养习惯，后面再收费。可问题来了，后面真的收得回来吗？这个问题比 AI 会不会改变世界更扎心。因为很多人一聊 AI 就自动进入宏大叙事，生产力革命、效率提升、下一代平台，所有行业重做一遍。这些事情当然可能发生，但企业客户最后面对的不是宣传片，而是一张账单。公司接入 API， 员工效率可能真的提升，客服回复快了，代码生成方便了，文档整理省时间了。可财务部门不会只问酷不酷，他会问一年多花这么多钱，省下的人力、增加的收入、减少的错误，能不能覆盖成本？如果算不过来，企业不会因为你代表未来就一直买单。这也是很多 AI 讨论最虚的地方，它总是在讲能力边界，很少讲付款意愿。能做不代表值得花这个钱做，更不代表每家公司都愿意长期用高价 API 去撑内部流程。那是不是降价就行了？降价听起来像万能药，实际更像止痛片。它能让用户更愿意尝试，也能让增长曲线更好看。但如果底层成本没有同步降到足够低，降价就是用利润换规模，甚至是用亏损换热闹。传统互联网有时候可以这么玩，因为规模起来以后，成本可能被摊薄，大模型的推理成本没那么听话，服务器不会因为用户增长就少收电费，芯片也不会因为愿景宏大就自动变便宜。所以我不太喜欢把 OpenAI 简单类比成早期 SpaceX。SpaceX 早期也烧钱，也被质疑，也有很高的技术门槛，
但它的商业路径相对清楚，发射服务、合同、成本下降、火箭复用、单位经济改善，你能看到一条比较硬的路。OpenAI 当然有产品，有付费用户，也有企业客户。问题是它最大的成本和最大的卖点绑在一起，模型越强，推理越复杂，用户越依赖，算力压力越大。它不是卖你一套软件，然后躺着收授权费，它更像每次都要现场给你做一顿高规格套餐。这还不是最麻烦的，更麻烦的是，竞争者已经开始用更低成本讲同一个故事。开源模型和廉价替代品正在挑战一个假设：领先模型能不能长期不可替代？如果你是企业客户，你当然想用最强的。但如果一个开源模型或者一个更便宜的模型已经能完成 80%、90% 的需求，价格还低很多，你会怎么选？你不会天天为了写会议纪要请顶级厨师做分子料理。大多数时候，企业要的是稳定、够用、便宜，能接近流程。OpenAI 早期优势很明显，产品体验领先，品牌认知强，用户习惯已经形成，开发者生态也被带起来了。但 AI 模型不是社交网络，社交网络有关系链，迁移成本高；支付系统有商户网络，换起来麻烦；操作系统有生态绑定，不容易说走就走。模型服务不一样，只要接口相似，能力接近，价格差异明显，迁移就会变得很诱人。尤其对企业来说，忠诚度没有那么浪漫。企业不是粉丝，不会因为某家公司鲜火就永远支持它。企业反复看的就是几个问题：稳定吗？安全吗？成本能不能降？供应商会不会把我绑得太深？更有意思的是，当最大的合作伙伴也开始评估替代底层模型，事情就不只是外部竞争了。这其实是一个信号，连最亲近的盟友也不一定愿意把未来全部压在同一个模型供应商身上。表面看 OpenAI 和大平台绑定是强强联合，算力、分发、企业客户、办公软件生态，听起来都很漂亮。但你站在大平台角度想，他最怕什么？最怕自己被一个外部模型供应商卡住命门，所以他一定会留备选方案，测试其他模型，做多模型路由，把不同任务交给不同成本和能力的模型。便宜模型能完成的，就不一定调用最贵的；内部方案能解决的，也不一定完全依赖外部。这不是背叛，这是商业本能。对 OpenAI 来说，它意味着最强模型不一定能在每个场景里拿到最强定价。很多客户不需要最强，只需要够用。这个逻辑一成立，整件事就从技术竞赛变成了成本竞赛。谁能用更低成本提供足够好的智能，谁就更接近真正的生意。这时候再看一些动作，就会有另一种味道，比如做硬件、做搜索、做拉新和积分激励，甚至用更直接的方式刺激用户增长。单独看，每个动作都能解释。硬件可以控制入口，搜索可以抢信息分发，拉新可以扩大用户规模。但放在一起看，我会有一点不安。它好像在不停寻找下一个故事。大公司扩张业务很正常，探索新入口也很正常。可如果核心产品已经足够赚钱，通常更急的事情应该是把现金流跑顺，把客户价值做深，把成本结构压下来。公司如果突然在很多方向同时伸手，你就要问，这是战略主动还是商业压力下的焦虑？有时候最危险的不是没动作，而是动作很多，却没有一个能回答最核心的问题：钱从哪里来？利润在哪里？成本怎么降？客户为什么长期留下？这就像一个人本来该坐下来算账，结果他开始装修客厅、换门牌、研究咖啡机、拉朋友办会员，每件事都很忙，但你心里会嘀咕，厨房里的火到底关了没有？ OpenAI 最容易被误解的地方也在这里，它不是没有价值，恰恰相反，它创造了巨大的使用价值，也改变了很多人的工作方式。很多人每天都在用类似工具写邮件、改代码、查资料、做总结，它确实有用，这一点不用否认。但有用和值这么多钱，中间隔着很宽的一条河，很多产品都很有用，可不一定能支撑超级估值。很多技术都很先进，可不一定能产生高利润。很多公司能让用户兴奋，但一进入更公开的资本市场，投资人看的就不只是想象力了。所以 S1 招股书会被盯得很紧。一家公司如果要走向更公开的资本市场，就不能永远活在故事里。收入、成本、亏损、客户结构、风险因素、关联交易、未来支出都要更清楚地摊开。到那一步，很多靠叙事撑住的东西就要被财务语言重新翻译，而财务语言通常不太会捧场。他不会说人类文明的新入口，他会问毛利率多少，他不会说生产力革命，他会问客户续费率怎么样，他不会说 Aggie 的前夜，他会问现金还能烧多久，成本能不能降，增长是不是靠补贴堆出来的。账本最不浪漫也最有杀伤力。你可能会说，新技术早期都要投入，都要亏损，都要经历混乱。这个说法我认一半，投入我认，亏损我也认，但我不认同把所有亏损都自动解释成伟大公司早期阵痛。有些亏损是在修桥，
桥修好以后，车可以过去，有些亏损是在挖坑，坑越挖越大，然后告诉你未来会出现一座桥，差别很大。判断一家科技公司是不是在修桥，不是看他花了多少钱，而是看每花一笔钱是否更接近一个可复制、可盈利、可防守的商业结构。如果每一轮融资只是为了支撑下一轮更大的算力支出，每一次产品升级都带来更高成本，每一次降价都让利润更远，那你就不能只看它跑得快。跑得快当然好，方向也要对。现在 AI 行业最迷惑人的地方是它把真实价值和资本泡沫混在一起。AI 工具确实提升效率，模型能力确实在进步，开发者确实被改变，很多行业也确实会被重塑。与此同时，资本市场又很容易在这些真实变化上堆出一层夸张想象。这两件事可以同时成立，技术可以是真的，估值也可以是贵的，产品可以好用，公司也可以难赚钱，行业可以有未来，当下的商业叙事也可以过热。很多人最容易犯的错就是非要二选一，要么把 AI 当神，要么把 AI 当骗局。现实没这么省事儿，它可能是一个真实的大趋势，同时里面有很多撑不住的商业故事。它可能会改变世界，但不代表今天站在聚光灯下的每家公司都会赢。这句话我觉得更接近事实。你看开源模型的崛起，就知道为什么这件事儿不好判断。开源不是简单的免费替代，它会改变行业定价方式。只要有足够多的团队能在较低成本下做出接近可用的模型，头部公司的溢价就会被不断追问。你说你的模型更强，可以强多少，贵多少？客户愿意为这点提升多付多少钱？如果客户只是做摘要、检索、客服、简单代码补全，领先10%的效果，能不能换来高几倍的价格？这个问题现实也难听。手机拍照就是一个很好的类比。专业摄影当然有专业摄影的价值，但大多数人发朋友圈记录生活，发社交平台，手机已经够用。当够用成为主流，顶级设备还有市场，但它不能再假设所有人都必须为极致性能付费。AI 模型也一样，最强模型会存在，但市场不会只有最强模型。未来更可能是分层的，复杂任务用强模型，普通任务用便宜模型，本地任务用小模型，企业内部用定制模型。到那个时候 OpenAI 还能不能靠单一领先优势拿到足够高的利润，就是一个大问题。所以后面真正要看的不是某一次模型发布有多惊艳，而是公司有没有能力把经验变成稳定现金流。还有一点很容易被忽略， AI 公司面对的是双重成本压力，一边它要继续训练更强模型，训练需要巨额算力投入，而且越往前走提升可能越贵；另一边它要服务越来越多用户，推理成本随着使用量扩大持续发生。也就是说，它既要花钱追未来，又要花钱撑现在。这就像你一边贷款修新工厂，一边现有工厂每开一条生产线都亏一点。你当然可以说未来规模起来就好了，但投资人迟早会问，规模起来以后到底是哪项成本会明显下降？如果没有答案就会很尴尬。所以停止研发就能盈利这个说法听起来诱人，但未必可靠。假设一家 AI 公司不再训练新模型，只靠现有产品赚钱，成本会不会明显下降？可能会少掉一部分训练费用，但推理成本还在，客户竞争还在，模型老化也还在。更关键的是，你停下来，竞争者不会停，开源社区不会停，大平台不会停，其他模型公司也不会停。今天的领先可能很快变成明天的普通配置，所以它不能轻易停，不停就继续烧钱，继续烧钱就要继续融资，继续融资就要继续讲更大的故事，故事越大，市场对未来利润的要求越高。这个循环顺的时候很壮观，逆的时候也会很快。泡沫最迷人的地方就在这里，它通常不是一开始就假的，它往往建立在真实变化上，只是把真实变化提前透支太多。互联网泡沫时期，互联网是真的；新能源热的时候，新能源也是真的。可真实趋势不等于每个参与者都能活得很好，更不等于估值可以无视商业常识。AI 也一样，我更愿意把 OpenAI 看成一个被推到极端位置的样本，它身上同时有技术突破、用户热情、资本期待、成本压力、竞争挤压和商业化焦虑，把它看清楚，很多 AI 公司的逻辑也就更容易看清楚。别只问它是不是最聪明的模型，要问它是不是最好的生意；别只问它有没有改变你的工作，要问你愿不愿意长期为这个改变付足够高的价格；别只问它有没有护城河，要问这条河是不是正在被开源、低价和替代方案一点点填平。这些问题比任何发布会都重要。当然，作为普通用户，你不需要因为这些讨论就不用 AI， 工具好用就用，能提升效率就用。真正要警惕的是，不要把使用体验直接翻译成投资判断，也不要把技术震撼直接翻译成商业确定性。你觉得一个产品好用和这家公司能不能支撑高估值是两件事，这个区别很多人会混掉。
你特别喜欢一家餐厅，不代表这家餐厅财务健康。你每周去吃一次，不代表它的租金、人力、供应链、翻台率都没问题。消费者看到的是体验，投资人最后面对的是账本。OpenAI 现在最吊诡的地方就是体验足够强，强到很多人不愿意看账本。这也是我觉得它值得拆开讲的原因。不是唱衰技术，也不是嘲笑某家公司，而是把那层未来滤镜先拿下来。滤镜可以让画面更好看，但不能替你付款。如果未来更多真实数据公开，市场发现亏损没有想象中可怕，成本下降速度很快，企业客户 ROI 清晰，模型溢价仍然稳固，那现在的质疑当然要重新评估。商业判断不是立场表演，数据变了，结论就要跟着变。反过来，如果数据公开后发现亏损被长期低估，成本结构比想象中更硬，增长很大部分来自补贴和低价，企业客户没有形成很强的付费粘性，那 AI 泡沫就不只是一个情绪词，它会变成资本市场必须重新定价的现实。这个重新定价影响的可能也不只是 OpenAI。AI 产业链里有太多公司、基金、芯片预期、云服务支出、创业项目估值都在共享同一套叙事。AI 需求会继续增长，算力会持续紧缺，头部模型会长期拿到高利润，企业会愿意为智能付费，只要其中一个假设松动，连锁反应就会出现。这就像搭积木，你以为动的是最上面那一块，实际下面压着很多块。资本市场最怕的不是坏消息，而是大家突然发现过去那套计算方式要重算，到那一步气氛会变得很快。你会看到原来最热情的人开始强调长期视角，原来最敢给估值的人开始谈风险控制，原来最爱讲颠覆的人开始回到现金流。不是他们突然保守了，而是温度一降，大家都会想起自己也要算账。所以回到开头的问题， OpenAI 最可怕的地方真的是它太强吗？我觉得不是。真正值得警惕的是，一个足够强、足够有用、足够改变世界的技术，也可能同时背着一本很难看的商业账。它不需要是假的才会让投资人受伤，它只需要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赚钱，就足够让很多故事重新定价。如果你问我 AI 的未来有没有价值，我会说有，而且很大。如果你问我 OpenAI 这样的公司是不是一定能把这份价值全部变成利润，我会犹豫。因为技术价值最后不一定归属于最先点火的人，很多时候点火的人承担最高成本，后来的人拿着更便宜的工具，把火用在更赚钱的地方。商业实力这种事儿并不少见，真正的赢家未必是最会震撼世界的那一个，而是能把成本、产品、客户、定价、渠道和生态拧到一起的那一个。AI 时代也不会例外，所以你可以继续使用 AI， 也可以继续相信它会改变很多行业，但别轻易把我离不开这个工具翻译成这家公司一定是好生意，中间那一步才是热潮里最容易丢掉的判断。如果这期让你对技术强就一定赚钱，这件事多犹豫了几秒，点个关注就行。以后再看到那些光芒很强、账本很复杂的公司，至少别只被发布会和热搜牵着走。最后提醒一句，今天只是信息分享和个人观点讨论，不构成投资建议，也不构成任何专业建议。涉及金融、投资、法律这些问题，一定要结合自己的情况，也要咨询真正的专业人士。别因为一条视频就做重大决定，重要的钱和选择还是要放回自己的账本里慢慢算。